在婚礼前一天，女方要求加3万彩礼，如果不加彩礼就不上婚车。没有想到男方说不结婚了。已经跟我老公妥协了，这3万块钱我可以不要了，但是我老公说，你哪怕就是把全部的彩礼都退给我，这婚咱们也结不成了。3万块钱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特别大的事儿，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的地步，就要跟我离婚。我快35岁了，大龄剩女，现在我不要彩礼，就是自己倒贴房子、车子都很难嫁出去，因为相亲的男生都觉得你年龄太大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恶化，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结婚。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，2024年上半年结婚登记数量为343万对，同比下降了12.7%，创下了新低。很多年轻人不敢结婚，是因为有经济上的压力。不少女性不仅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有存款，甚至还要求男方高价彩礼。彩礼是中国婚嫁的一种习俗，是指2个人结婚时，男方向女方家庭赠送的金钱或财物，一方面是向女方父母表达养育女儿的感激之情，另外一方面也表达自己对婚姻的承诺与重视。女方收到男方彩礼之后，要进行相应的回礼，把一部分彩礼退回去。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和风俗习惯的不同，女方回礼金额并不是确定的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结婚送彩礼这个话题。中国男女比例失衡，导致男性娶妻难。有报道指出，江西农村彩礼由人民币30万元上涨到50万元，让部分农村青年根本就结不起婚。不过这位江西博主表示，江西各县市情况各不相同，大部分地区彩礼钱并没有那么夸张。其实作为一个江西人，我感觉很多人一听说你是江西人，他对江西没有什么别的印象，可能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边彩礼很高。前段时间不是王婆来上饶嘛，提到说上饶的彩礼38万8、68万8、88万8。其实我感觉在我身边，其实彩礼没有那么夸张，大部分可能就是6万8、8万8或者是10万左右。因为我和我老公是一毕业就开始一起创业的嘛，所以结婚的时候就是象征性的给了10万块钱彩礼。然后因为按照九江的习俗，我们那边彩礼是会全返的，然后我爸妈又额外加了2万块钱作为嫁妆给我们回回来。因为我们是在江西开连锁店的嘛，所以经常会跟江西各个地方的店员闲聊天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赣州和乐平的彩礼真的非常高。我之前有一个赣州鱼肚的一个店员跟我讲，他们那边彩礼是要25万起步，而且一般来说给到女方，女方是一般不会回的，因为家里有弟弟，所以说彩礼几乎是完全给他们，可能会回几床被子，或者是回1到3万块钱作为回礼。这位先生认为，对于女方索要彩礼要互相理解，至于彩礼金额适中就好。彩礼这个事情，10几万、20万，你买不了一辆好车，但是能娶回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给你生小孩，给你做饭，所以给得起就给，给不起别人不肯少，也没怨人家。毕竟他自身也是有价值的，重新找个彩礼少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理解，彩礼也只是给女方一个态度，一个保障。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有感情的话，就没有必要因为彩礼吵架来回下去。真正遗憾的感情就是那种谈了好几年，最后因为房子、彩礼。彩礼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但是却无法被西方人理解。日前，微信公众号英伦大叔发布一篇推文称，一名33岁姓张的中国女留学生公派到荷兰鹿特丹攻读博士学位。去年3月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于是向荷兰男友提出结婚的要求。在得知怀孕的消息以后，起初她男友非常的高兴，开始与她筹划婚礼的细节。然而女方提出希望对方支付8.8万欧元作为彩礼，对于荷兰男友而言，8.8万欧元是一笔庞大的金额，约等于一般人1年的收入。而荷兰并没有彩礼的习俗，当地人普遍认为以结婚为条件索取财物的行径接近于诈骗。男友因此感到震惊，开始怀疑女方是否在利用感情，甚至担心这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。最终，荷兰男友选择报警，女方随后被警方拘留以后，法院很快做出拘役6个月的判决，刑期期满还得驱逐出国。根据网友爆料，这位女留学生在出国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当时她要彩礼是66万元人民币，
后来因为两人长期异地生活，导致婚姻破裂。这次呢，因为她索要8.8万欧元彩礼而把男友给吓跑了，她因此被递解出境。根据欧美法律，以结婚为目的索要无偿性财物赠与的，或者以怀孕为目的索要财物赠与的，一律定性为诈骗。在中国新年期间，很多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过年，虽然与家人团聚很高兴，但单身大龄青年被迫忍受父母的催婚。前几天我大老远从英国飞回来，想着回村里过个年，我想着家人应该开心吧，但是我爸就说，如果你明年还是一个人，就别回来过年了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这些大龄青年不愿意回家过年。你一回家过年，就是亲戚家人就是数落你，要么就是阴阳怪气的，就感觉我们这些30好几的人不结婚，我们就不正常一样。到底谁规定的必须在30岁之前结婚呢？博主阿娇表示，父母对单身的看法和年轻人完全都不同。永远不要跟你的父母去证明不结婚有多幸福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他们觉得单身未婚，逢年过节自己在家舒舒服服的躺着，吃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没事出去旅个游，那叫孤独。但是结了婚之后呢，围着一家老小到处转，然后做不完的家务，做不完的年夜饭，伺候一家上上下下，那叫幸福。你说你怎么去跟他吵呢？我就有认识一个朋友，40多岁没有结婚，非常有钱，逢年过节呢就出国去旅游，日子过得让我们真的非常羡慕。结果长辈们听了之后，第一句话就是说他好可怜啊。这可怜什么？人家有钱有时间，而且可以到处玩，又住别墅开豪车的，每天快乐的不得了。结果长辈来一句，他装的。为什么中国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呢？调查显示，很多人是因为结婚成本太高，要结婚，女方一般都会要求男方买房子。但是现在经济下滑得太厉害，很多打工人挣的那点钱根本买不起天价的房子，所以年轻人不敢轻易走入婚姻。而在西方呢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因此有人质疑，是不是中国有很多女性都是拜金女？分析认为，这是因为西方没有结婚送彩礼的习俗，同时这和前些年中共强行推行一胎化政策有关。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中国男女数量比例失调，攀比和从众心理又进一步催生高昂的结婚成本，导致男青年找对象难。另外呢，中国女性要求高额彩礼是中共体制造成的恶果。在西方社会，福利待遇比较好，工资水平普遍比较高，再加上有完善社保、教育和医疗体系，因此普通女性不用去拼命嫁豪门，照样可以活得体面又有保障。而中国人生活完全没有保障，在生活重压之下，有的女性就会挑挑拣拣，漫天要价。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，彩礼要的越高。彩礼本质上是给新婚小两口家庭的启动资金，彩礼过高是不可取的。而有些年轻人选择裸婚，就是不送彩礼，甚至不办婚礼，两人直接领证结婚。博主19妹表示，她不赞成裸婚，可能结婚前两个人浓情蜜意，但结婚以后就要面对柴米油盐这些生活当中的各种琐事。俗话说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如果说一旦牵扯到金钱，夫妻最容易失和。所以我个人我是不太赞成裸婚的，因为现在孩子的这种养育基金也特别的贵，就是很多孩子都要送去学补习班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包括后面的买房买车。你想一下，我们现在的工资，人均工资也就我们算5000左右吧，房子现在一套都是100多万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生活开销各个方面，如果说我们提前就是没有买好房，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话，要光靠小两口来奋斗来努力的话，真的是除非当然也有那种就是白手起家，两口子都特别能干，那样的毕竟还是少数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离婚关系当中多半都是有什么就是家庭矛盾啊，或者说经济利益这一块其实还是占绝大多数的。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在结婚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考虑男方的家庭条件的。这位博主表示，男方什么物质条件都没有，还要结婚生子，是对女性和未来孩子的不负责任。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大家都在骂彩礼，可是对于有钱人而言，就那点钱人压根就不在乎，给就给了，所以骂彩礼的都是咱们这种底层。可问题是恰恰底层才是最需要彩礼的呀，
就像我们这种底层出身的姑娘，尤其是在生育期间，这个时候我有一笔彩礼去作为一个生育的保证金和家庭的备用金。万一说对方人品真的不行，或者是出了啥意外的话，他可以在我最虚弱、最无助的时候用来养我自己和小孩。而且女孩子生孩子，她本身就是要面临生育损伤的。那男性提前出一部分金钱，这是非常平衡的一件事情，就没有必要骂，对不对？结果很多男的骂彩礼，一个是说人家娘家卖女儿，女孩的彩礼全都被拿走了，给哥哥弟弟花了。博主马菲菲给单身兄弟支招，建议他要想结婚就不要去相亲，最好自己去交个女友，两人有了感情以后就不用出那么多彩礼了。大龄剩男想结婚，你就别去相亲，特别是个子不高、长得普通、家庭条件一般的兄弟，你就别去浪费时间。我也是农村的，在我们河南老家，谁家有一个女生，7大姑8大姨，邻里邻居的都会给她介绍对象，一天见3、5个是没一点问题。这里面有家庭条件比你好的，有比你更舍得花钱的，有比你更会舔的。你自己谈的和相亲真的不一样，你自己谈的你没那么多竞争的对手，你还有成功的可能。但是你要相亲，可就是把条件摆在明面上了，谁条件好他选谁。现在的女生谈恋爱是谈恋爱，相亲是相亲，他俩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谈恋爱的时候你只要会哄，能让女孩子开心，怎么都行。相亲是少一样都不行，他自己谈的彩礼少一点也能说得过去，毕竟好几年的感情了嘛。但是相亲的话，他要30万的彩礼就是30万，你掏不起的话有人掏。一些经济独立的女性对婚姻持宁缺毋滥的态度，也迟迟不愿意结婚，结果错过了最美好的年华。人们称她们是大龄剩女。这些大龄剩女一般都是现代都市女性，她们拥有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智商，长相也不错，但是由于择偶要求比较高，导致在婚姻中一直没有找到归宿。这些女性从学校毕业后就开始拼事业，等到事业有成了，才突然间发现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剩女。我是一个35、6岁的大龄剩女，今年过年呢也没回家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肯定会20多岁的时候就结婚，绝对不会等到现在这个年纪。30多岁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身边正常的异性都已经非常少，更别说什么要求了。现在想找一个聊得来的，彼此能有话题的，就很难。现在接触下来，你会发现啊，有好些人的三观根本就合不来，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根本也合不来。所以如果你是女生想找对象，或者是你是男生想找对象，一定要在20多岁的时候就抓紧找好，该结婚结婚。其实婚姻也没什么可恐怖的，都是一种经历嘛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